那优点呢是当次就可以立即的看到效果。但是这个影片我觉得怎么样在家里才能简单的完成牙齿美白？而在牙医诊所所做的美白治疗，跟在家里简单的牙齿美白又有什么不同呢？大家好，我是 Dr. Wells 卢梅珍医师。首先要知道牙齿的变色原因，才能对症下药。牙冠的硬组织分为2层，外层的珐琅质跟内层的象牙质，而造成牙齿变色的原因又分为2大类，一类是外因性，一类是内因性。如果常喝茶、咖啡、可乐或吃咖喱，还有喜欢抽烟、吃槟榔等等日常习惯的话，就很容易让色素沉积变成深色的色斑，这也是大部分人牙齿变黄的原因。我们称为外因性的牙齿染色，意思就是外来的原因导致我们牙齿变色。另外一种造成牙齿染色的原因，则是内因性的原因，意思是牙冠外层的珐琅质以及内层的象牙质都产生了颜色的变化。造成这种染色的原因有很多，例如从小服用了太多的4环霉素或者是氟化物，或者是因为蛀牙或者是补牙的填补材料，以及随着年龄的增加，都有可能造成这种牙齿的变化。所以平常牙齿的日常保养一定要做好才可以哦。我知道大家都想要追求就是很快速，就是很方便又很立即的，就是美白效果。但是这个影片我觉得不太可能做到，因为就算是在诊所里面所做的就是药剂漂白的效果，也不会到就是像影片之中的这个牙膏来得这么好。觉得大家应该要理性的消费，然后不要就是被网络上的一些就是影片，然后就是所误导这样子。那一般来到牙医诊所，就是在我们的评估之下，可能会有几种的治疗方式。那第一种呢是喷砂祛斑洁白。那这个方法呢，就是利用美白专用的喷砂机，那用含有小苏打粉的特殊喷砂粉末，再加上强力的水柱，然后来将牙菌斑、茶渍、咖啡垢以及烟垢去除。那主要适用于牙齿上堆积大量黄色或者是黑色污垢的病人。一般来说术后不会有明显的酸痛感，不过喷砂呢只是能够将牙齿上表面所沉积的污垢去除，所以只能让牙齿恢复到原本的颜色，而不能让牙齿变得更白。那第二种呢是整间强效的牙齿漂白，就是俗称的冷光美白。那这是在诊所里面所做的治疗，是在牙齿表面涂上高浓度的美白药剂，然后再利用波长400到500纳米的蓝光冷光来进行催化作用，来将沉积的色素移除掉。整个治疗的过程大约是1个小时左右。那优点呢是当次就可以立即的看到效果，但是因为漂白药剂的浓度比较高，所以对于牙龈跟牙齿的刺激性也会比较强。所以如果有蛀牙或是牙周问题的病人的话，会先建议先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再来做这项美白治疗。第3类是居家牙托牙齿漂白，那是病患自己在家里可以使用的美白疗程。那会先由我们牙医师评估之后，来制作出就是个人的牙托。那之后再将牙托以及药剂带回家，然后自行呢就是将药剂挤入这个牙托中。那依据就是浓度的不同，然后每天佩戴数个小时，然后来达到美白的效果。大约1个礼拜左右就可以见到不错的成效。那这种疗程的话呢，主要是要记得要回诊给牙医师检查美白的状况，来调整就是佩戴的时间，或者是是否还需要再佩戴。居家牙托漂白，它所使用的药剂浓度比较低，所以容易造成牙齿敏感的病人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这项疗程。那另外的优点就是它的费用也比整间的治疗来得便宜。那第4种呢，是明星都在做的美白陶瓷贴片或者是全瓷牙冠。当牙齿呢就是有太严重的内染色或者是环状变色的时候，以及就是如果你连牙齿的大小形状都想要改变，或者是你之前呢补蛀牙的填补物实在是太大而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修正的时候呢，就很适合用这种方法来让牙齿产生美白的效果。贴片制作的时候呢，是会先把牙齿表面磨除厚度大概0.3到1毫米的齿质。
那利用呢烧瓷或者是电脑辅助的设计，来制作出一片陶瓷的贴片，再利用粘着的材料将贴片粘附在牙齿上，来达到美观的目的。那它的好处呢是可以保持比较多的齿质，但是缺点呢是因为贴片非常的薄，所以如果牙齿变色太严重，就没有办法遮蔽得很理想。那制作的颗数呢，需要跟牙医师讨论之后再来做决定。那特别是就是对于美观需求很强烈的人，或是你觉得你笑起来就是会露出牙齿形状或者是颜色不好看的人，那就很建议用贴片这种治疗来改善这个情形。牙齿美白贴片呢，它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创造出显著的美学效果。那制作完成后也不会有什么不适感。但是在饮食方面呢，则是要注意不要吃到太硬的食物，以免贴片会产生破损。另外，在治疗之后也要定期回诊检查，才能确保贴片的完整性，以及要保持口腔卫生，才能让贴片用得更长久哦。那另外，如果牙齿的缺损范围实在是太严重，或者是有抽过神经的牙齿呢，就会建议制作全瓷的牙冠，而不是贴片。全瓷的牙冠虽然需要修磨比较多的齿质，但是相对于贴片呢，可以提供严重缺损的牙齿更多的保护力。大约70%左右的患者呢，在做过牙齿漂白的过程中，或者是治疗之后呢，会有牙齿敏感的现象。那这其实跟就是药剂的浓度是有关系的。如果敏感的状况出现呢，就是可以使用抗敏感的牙膏或是涂氟来改善敏感的状况。那在美白治疗的期间到治疗完成后24个小时之内呢，都会建议先不要使用会造成牙齿染色的食物。那并且在吃东西之后马上刷牙，治疗效果才能更好。治疗的结果是可以保持6个月以上，甚至好几年的时间。那以上是关于牙齿美白治疗的资讯。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留言一起讨论。那我是 Dr. Wells 的卢医师，大家下次再见。